国有一个“一带一路”的政策，我就放弃了在吉隆坡的工作，我就来到了上海。语言吧，语言是问题吗？对我啦，是个很大的挑战。级虽然不难考，但是用人单位难找，这要求是到博士。什么？哎呀，大家好，我是 Anko， 我是 Max， 我们来到了上海。这一次我们来上海呢，不是说要逛吃了，主要是想关心一下在上海的我的朋友们过得怎么样，因为也好几年没有看到他们了。是的。7点多，我感觉他们很忙哎。昨天问他们哪里吃，然后他昨天忙到忘记回我。今天就好好的来关心一下他们最近的近况如何。他进来了没有？进来了。哎 ，Hello， 没有。今天穿的好正式，我有点不习惯。上班呐，朋友。当制片人如何？你都介绍我了，我还没有介绍你。不够的话，我们等下再。你是在做工多久了？我在这里7年。那都是头一份工作吗？没有，其实换过了。我一开始是做 PR 的，但是还是往那个 creative 方向，就是做创意总监啊。没有把总监去掉，没有那么嗨狂，然后到后面才会换成制片，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拍 video， 所以我还是喜欢 video relevant 的那种。说实话，外企的话还是有优势的啦。我看得到的很多外企都还是希望会双语的，所以对外国人会双语来说，这很重要。对，在这边明白。觉得待遇的话跟中国人有什么差别？觉得看吧，至少我在外企是幸运的。首先是他们比较 respect 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太过分啦。比较亲近，因为大家都是亚洲人嘛，然后语言上也没有非常难沟通，所以待遇上面他们对我们都会比较亲切一点。对，工作上还是跟他们差不多，该卷的卷，对，都挺辛苦的。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吗？那就是退休。这么早退休？怎么可能啊，这么卷！像他们这个卷的环境也是会影响你，就是很卷。对啊，可能已经，我觉得马来西亚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很容易 adapt 这个环境，适应环境。对，适应的环境，适应能力比较强吧。对，所以对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我还是能就是熬过来的。就像过去的口罩事情，我到现在还留在这里，我觉得已经最艰难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但工作上这么说吧，我觉得工作只是打份工，就是你要体现价值的地方不是在你的工作，而是在你本身自己做的事情上。说得真好。所以你问我打算是什么呢？请关注等下走。可以啊，他还有一个自己的频道。对，我就要专注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太忙了。最近一次更新是在2个月前，他压力也很大的。我还是希望，就是打算的话，我还是希望回家啦，就是能够两边跑。就是现实一点，在这边工作的工资还是相对高一点的。对啊，那肯定。当然消费也高。对，是上海。对，就整体来说，上海对外国人的包容性还是蛮大的啦哈，不然他也不会在这里待那么久，是不是？上海是一个大都会，包容性很强。我觉得作为外国人哦，你必须要融入这里的 culture 嘛。虽然它是很大都会，但是有一些很中国的东西，你还是要obey，你还是要去遵从。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蛮喜欢的，因为我既有中国的一些文化的融入，也有一些外国的文化，所以好，明白。来。所以要找工作的话，上海还是有机会的。不要把它看成这么复杂，其实很多东西你得很简单的，对，就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不要觉得说你不会中文没法来。其实我看到很多人都不太会中文的。对，就是我经常回复他们说，你可以去试试看投简历。语言吧，语言是问题吗？对我来说还好，但我觉得很多我朋友面对是语言的问题，虽然马来西亚人是会精通很多语言，但是我们没办法用一种语言去表达所有的事情。比方说 presentation， 在做演讲的时候，你没办法用一种语言去讲。
就是我来的时候一开始最没办法去适应的地方。因为你很多词是用英文的，比方刚刚我讲的，我等一下要去 presentation 你没法用中文去说，我等一下要去演说，就是刻在 DNA 里面。对，你就没办法去，就像很多外企他们会把英文加进去一样。等一下帮我开一个文稿，其实就是帮我开个Word。哦，文稿是 Word 的意思啊，我现在才知道。我会很懵，然后会很难，所以我有时候在做 presentation， 我一定要来过滤，因为我们本来语言组织的那个系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思考再讲，而且我们理解能力又不一样。对我啦，至少是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一开始，还有刚刚我就是说的，马来西亚人有一种毛病，就是讲话只讲一半，然后你要去猜。我觉得你好多了，你好多了。也是训练回来，毕竟在7年在这里是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吧，特别是我觉得外企算好了，有一些是民企，比如说他那种民企，就是他会比较难，因为要全程用中文的词去表达。比如说我要去拿 camera，我要去拿相机，就但他们也听得懂就是了。是，但是他们的习惯我们也要跟嘛。好，对，明白。relax。现在我 OK 了，来，跟我用从现在开始用5分钟全程用中文。我觉得你肯定是可以的呀，你都训练7年了，如果你还不行的话，我真的是可以拜拜了，可以走了。那我就说英文了，可以再见了。你看对面的一直在点头，我们等一下就看他能够说出话说，你看他，我可以帮他翻译，如果讲不清。好，等一下就靠你了，就这样偶遇吧。太假。你好，真是，他说全公司只有他一个外国人。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到上回去4年前，还是大概19年年底，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吧，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有一个机会来，然后什么机会？就是他说要拓展，就是海外的业务，因为就是中国有一个什么“一带一路”的政策，那时候就要拓展去东南亚。机缘巧合下，我就放弃了在吉隆坡的工作，我就来到了上海。原来他是这样进到公司里面。那我好奇你是先找工作吗？还是说先来再找工作？我是在网上投简历，国内有很多那个平台，就比如Boss 直聘。然后什么猎聘，听过。对，投上去的时候，他们会来觉得我的背景还 OK， 符合他们要求。但是我第一句话就会跟他们说，我是马来西亚的，然后我去那边可能需要工签，需要居住许可证，这些东西都要办好。那他们都是帮你办？对，都是帮我办。我当时候是先旅游，他先旅游签了，先旅游签过来，来了之后，然后再转到工签。对，旅游签，因为旅游签会有30天，然后你在这里的那个出入境报到，然后过后他有给你出具一个什么暂时的停留证，就是一个 T 的一个 visa。明白。然后就在那 T visa 的period里面，你就可以去申请。你还要申请一个，除了居住证，还有一个叫工作证，它是2个不同的东西。要2个都符合，你才可以真正的上班，你才可以有自己的工作的私人的 email 这样子。但首先你的公司应该是有可以聘请外国人的这个条件，是不是？是的，他们有那个要申请的资质，不是所有公司都有这个能力。你暂时没有想回马来西亚的打算哈？目前是没有，可能就是钱给的够多，钱也是一方面。会比 KL 多吗？会，比 KL 多很多。哇，在这里也会让自己就是跑得更快。很多人就说，哎呀，你就别来大陆啦，怎么就说讲会很累的啦，要跟他这么多竞争。但是我觉得他喜欢卷，他就是个他喜欢卷对，卷王。不是啊，我是觉得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你，就是不断的去提升，因为你会看到身边有很多优秀、很多积极的人，而你会，我知道，你是说马来西亚人很喜欢摸鱼是吗？没有我这个意思，我听得出来。但是你话外音有这个看。他的意思是他不想活得太平凡。可以。对，是的。哇塞，很好哎！谢谢帅哥。谢谢帅哥。好了，走了。好，你可以走了，再见。
不过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跟那个环境学习的方式可能就也不太一样，就包括你怎么去表达，还有就是你的理解能力上面，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差异。企业里面这里的大环境上，大家可能会是比较直话直说的这种，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上的一个差异吧。然后再来的话，因为我是做那个财务的吧，以前我们学的都是英文报表，但是来到这里呢，很多都是变成了中文，可能就要学习一个新的一些特别名词，比如 balance sheet 就是一个资产负债表 ，higher balance 就是测试平衡表，包括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资产啊、折旧啊这些，就是属于 asset 的 depreciation， 有很多个词不太一样。我是觉得在专业上就需要多一个语言了。然后我在处理海外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怎么样跟海外的沟通，然后我也可以怎么样的跟国内同事沟通。我觉得很好，就是我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桥梁，就是说我可以理解公司里面的政策需要的一些东西，然后我怎么样去能够传递给到海外的同事，让他们也能够理解公司内部的一些做法的目的在哪里。从这里我也学习到了就是怎么切换那个思路，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一个成长上一个很大的帮助。整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就是亲自来体验，因为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遇到的处境都不一样，大家都抱着就是坦然面对，抱着那种学习心态，接受一个新的文化。现在来接我在上海读书的堂弟啦。大家看，这小伙瘦了。睡，然后大概7点就醒，每天大概睡7个小时，但是起来过一会儿就是很累。咋整？大夫？就是它的皮很硬，有营养的东西它收的比较少，还有一些就是没有营养的东西收的多，碳水太多。难怪会胖啊！那么久没有见他，他现在已经是实习了吗？对，实习，别人是朝9晚5，我是朝5晚5，早上5点要出门，5点要起床。作为一个外国人，觉得上海，是个怎么样的城市？你上海会喜欢它吗？或者不喜欢？不住在这里的话就挺好。就是来玩就 OK 了。对，来玩是很可以，来上学来实习，因为它整体城市节奏压力比较大，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不舒适的地方。外国人来这个中医院实习有什么障碍吗？还是障碍啊？像我是听得懂中文，也会说的，这个能力比较好，所以障碍比较少。然后我们有些同学他就是来自那个什么阿尔巴尼亚那一些，就是以中文为母语，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医院也是会有那种英文很强的老师在带着他们。那你实习还有半年，然后你明年毕业之后，你还会再实习吗？还是他就给你1年的时间？就今年这个是毕业实习，毕业实习结束了过后，他大概有一个将近1个月的备考时间，就要考毕业考。考完了过后，成绩通过就毕业。然后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你会回国吗？回国。如果在中国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在上海，压力太大，太累了。对，太累了。其实外国人来上海自己开的话，也是不能说不容易，是几乎是不可能吗？还是我自己开不可能，打工都很困难了，还要自己开。这样中医也是有要求的。有要求，要考执医。执医虽然不难考，但是用人单位难找。我们即便考了执医，它有一个时间呢，在那个时间里面，你必须找到用人单位，不然你这个资格证它就作废了。还有这样啊？对。那你们老师会提供给你们吗？应该会吧，因为毕竟也不少外国人在你们那边毕业。有资源有的渠道，不过这个是学校提供的资源，所以他会对你的学历有一定的要求。他的要求是到博士。太难了，太难了。对，他的3-4年。对，本科5年，硕士3年，博士再3年。将近30岁才上班。对，刚刚上班。那还要哪个医院？不懂，但是比较多是那种诊所、街道的医院。那个也要博士啊？对，博士。可以理解，我现在知道了。一开始你讲回国开话，在想回国开，它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但是对比一下还是比较容易。那如果你去其他的不是1线城市，你会选哪里？就业如果不在上海的话，你想去哪里？因为外国人，其他的人找的比较少。比如上一些什么招聘网站啊，上面去看一些。对，就小城市他能请外国人的也不多，是不是？对，这个就是一个痛点。对，小城市能请外国人的用人单位也不多，用人单位请外国人呢，他更不。对，就集中在北上广深。那你这个毕业了，你还要读研究生，是不是？我本科期如果读完了过后，我不想读研究生，也是可以直接回去。你毕业了就直接回去？对，也可以，然后读研究生再回去也可以。那你现在是想读还是不想读？
多啊，大一3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得出手。不知道大家看完有什么感想呢？因为每次收到后台关于问我那个工作的信息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我的信息真的是很匮乏。虽然朋友不多了哈，不知道够不够用啦，先凑着用吧。如果不够用，他们的特点都蛮不一样的啦，不同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了哈。他们的经历算是很有代表性的，我觉得对很多不同情况想要来中国找工作的朋友也会有点帮助啦。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点赞收藏。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关注分享。拜拜。如果要推荐去上海一个地方，你会推荐哪里？哦，就你经常去的吧？家。但是我自己的话，比较喜欢泡月路，看话剧，可以看音乐剧，可以去公园。他的这个推荐出乎我的意料。喜欢那种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